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美股节目啊，我是付英杰。1月份的 FOMC 的这样的一个前瞻，那么这份前瞻的话呢，大家也都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一次开会啊，很多新面孔啊，就是有这个票委是进行了一些调整啊，这个进入到2024年了嘛，对吧？然后呢，新的票委上来之后啊，这个第一次我们有2个看点，第一个看点肯定是跟利率有关，对吧？那刚才也讲到了1月份的数据啊，其实你像不光是 GDP 啊，这个包括零售销售数据啊，包括就业数据啊，都是非常强劲的。然后通胀呢，虽然 PCE 是下降的啊，但是美国的1月份的 CPI 包括核心 CPI 其实是全面反弹的，所以通胀有抬头的一个风险。然后呢，这个经济增速这个还在走高。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包括就业也在走高，这样的一个数据的话呢，是很难使得美联储怎么样去进行一个降息的一个操作的，对吧？那么市场这边大家也可以看到，根据最新的 Fed Watch 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啊，这个目前的降息的这个概率比较高的那个月份啊，其实怎么样？1月份是96.9%嘛，保持现在利率啊5.2%到5.5%，那么3月份也是50%以上，是保持这个现在这个水平的，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5月份啊，5月1号那天劳动节，开的这次会议才会进行一次这个降息的这样的一个预判。所以说目前来说的话呢，市场已经回归到一个相对理性的一个情况了。那这边的话呢，有个变化给大家看一下，橘黄色这条线的话呢，是当时在去年的这个月底，当时市场对利率的一个定价，那么很明显是一个什么很激进的，对吧？连续的一个快速的一个降息啊，首次降息的一个预判的时间点是在3月份，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在呢，现在的一个预期很明显是放缓了，对吧？那么这个是1月23号，就是我们最近的这段时间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预测啊，是明显的一个放缓了。所以说，我们第一个看点其实我们所谓的这个悬念不大啊，就是美联储1月份是大概率是怎么样，就基本上啊100%这个所谓的这个十有八九啊是不会进行一个这个降息的一个动作的，就保持现在这个利率的一个不变。但是的话呢，它会调整对于利率未来的一个所谓的一些这个影响一些措辞啊，比如说在12月份，它还保留了一些啊未来还有可能继续加息的一些这个言论啊，包括一些指引在，但是这一次很有可能就完全取消了。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大家也可以看到，最近这段时间呢，虽然说这个市场对于这个美联储的一个降息的一个定价是在回归一个正常，对吧？但是美股还是在持续走高。那么市场这么的火热的情况下，那么美联储特别是鲍威尔在他讲话期间是否会放出适当的一些鹰派啊？比如说目前还没有看到降息的一些这个动作，或者说完全不讨论这个降息，甚至呢有可能会做出一些这个对于一些这个市场未来的一些这个特别是打压市场的一个这个情绪的一些话语的话呢，那么会影响到美股在近期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连续走高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啊。那么我认为这个概率还是蛮大的啊。就虽然这一次它不降息，然后呢也这个保持利率不变，但是的话呢，它会进行一些言论上的一些所谓的一些干预，来给市场去降温啊，给市场去降温。那么这个是利率上的一个看点。但是呢，我想讲的是更重要的一个看点啊，就是关于什么呢？关于美联储的一个资产负债表。现在的话呢，美联储还是每个月按照计划进行一个资产负债表的一个 QT， 也就是缩表的一个操作。那么这个部分的话呢，一部分是去这个它不是抛售它只是到期之后不再续了，所以整体的这个资产负债表是在一个下降的状态。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2022年差不多是上半年年初的时候开始这一轮缩表，一直到现在的话呢，在去年的3月份就这个位置，当时有一波资产负债表的反弹，这块主要是当时 SVB 就是美联储提供了一些紧急的一些计划和流动性出现了一波短期的一个临时的一个扩表，然后呢后面又恢复到这个缩表的一个节奏。整体下来的话呢，其实1年半的时间里面已经是缩表的一个幅度达到了将近上万亿美金的这样的一个规模。最近这段时间有多位大佬比如说这个 Jamie Dimon 然后包括这个债王都是给出了一个就是所谓的让美联储赶紧去采取行动，要停止缩表的一些言论如果说不缩表的话呢，可能会带来这个流动性的一个危机。那么这一块的话呢，其实我们也从一些数据的角度也可以看到，其实美国现在要谈流动性危机，其实还是看不见为什么呢？因为流动性危机有一个
最核心的一个指标呢，其实是商业银行的一个准备金的一个账户，它的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量到底大还是小的一个问题。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可以发现啊，就是你虽然说在提示这样的风险，对吧？但是美国商业银行存在美联储下面的这个准备金账户金额反倒是在扩大的啊，然后这一块的话呢，也是带动了美股进一步的反弹的一个点。然后呢，这一块其实我们在上期节目也给大家讲过啊，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准备金账户反倒还增加的，其实跟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些商业银行啊，去利用这个 BTFP 的这样，就是我们所谓的去年3月份啊，就是去应对这个地方银行的一个救市政策、紧急救市政策的这个工具啊，去用它来进行套利是有一定关系的啊。因为准备金账户的话呢，相对的这个利息啊，给到的美联储给到利息要高于啊这个之前我们讲到的这个 BTFP 的它的一个这个利率的一个这个优惠的一个利率啊，所以中间存在一个价差，所以导致资金进入到这个准备金呢，它金额是有所上升的。但是的话呢，3月份优惠政策就没有了，所以会出现什么准备金账户的资金的一个流出，这是第一个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啊。然后第二点的话什么呢？第二点就是在于啊逆回购市场啊逆回购的一个账户的一个金额，大家看到绿色这块，其实这块的一个流出量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啊。你可以看到已经从最高峰的话是2万多亿，对吧？也就去年的差不多。这个3、4月份的时候啊，2万亿以上的规模，现在已经降到了只剩下5000亿左右的规模。那么按照现在这样的一个速度不断往下推的话呢，可能到3月份啊，这个逆回购的一个里边的一个这个规模就会枯竭了，就会为零了。那么一旦逆回购这边的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缓冲垫如果一旦没了的话呢，那下一步要抽的就是什么？因为 TGA 账户是财政部的嘛，这不太可能会去这个进行抽税的，对吧？所以说的话，要抽就是黄色这块，就是准备金的账户的一个金额了，对吧？那这块的话呢，如果抽水到时候抽的比较猛的话呢，就会引发流动性危机啊。所以说目前现在市场是在一个预警或者说提醒美联储这个要注意到这样的一些变化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好，那我们来看一下2019年啊，就是上一次出现比较严重的流动性危机的啊那个时间段，其实也是跟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是有关系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出现流动性危机啊，就是黄色这条线，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就是银行的一个这个准备金账户的一个金额，对吧？当时最低点的时候呢，是发生在4月份、4、5月份的时候。好，然后那个时候呢，大家也看到，美联储是在2018年的12月份，就是2018年年底的时候是最后一次加息啊。其实这个时间点跟我们这一轮也有点相似啊，就是然后呢，5月份开始先放缓缩表，因为当时出现了这个准备金的一个金额的一个就是流动性的一个风险嘛，对吧？然后呢再开始降息，然后呢降完息之后再开始扩表啊，所以说上一轮的货币转向其实放缓缩表的一个进程是要在降息之前的。然后呢，当时的这个流动性的一个风险，除了这个准备金账户的一个快速的一个下降以外呢，另外的话呢，当时啊，我们所谓可以看到的一个这个就是流动性的一个利差啊，当时也是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飙升啊，这也是当时的一个流动性风险的一个体现。好，那么要避免2019年，那之前是因为美联储是事后行动的嘛，就是出现流动性危机它才进行调整的。那么这一次的话呢，很显然因为今年时间点比较特殊啊，是美国的大选年。所以说的话呢，美联储除了正常的货币政策的一些维稳市场以外呢，还多了一定的这个政治任务啊，就是你不能在这个政治敏感的这个时候啊，这个因为你这个政策慢了，导致了这个流动性风险，那导致到时候选民对市场的不满意啊，导致两党之间出现这个票选的一个问题的话呢，那么这个会把这个锅会扣到美联储身上啊，所以美联储呢也非常紧张啊，它就是要这一次我预计啊，他们会提前行动，而不会像2019年真出了危机之后才开始行动。那怎么来行动呢？其实时间点也非常的这个可以去预判啊，因为你3月份不是这个 BTFP 它这个不是就会到期了嘛，对吧？然后呢，我们也讲到就是市场现在预期在5月份要降息嘛，所以说下一次开会其实就是3月份，对吧？所以说你如果5月份降息的话，你要提前行动，那其实3月份是一个比较好的先提前放缓缩表的一个时间点。那么如果3月份要行动的话，咱们1月份这次就应该要怎么样？要把放缓缩表的这个可能性这个方案啊，领导之间对吧，各个票委之间要拿出来商量了啊，所以这次的话呢，我认为美联储很有可能会把这个缩表放缓的一些计划和进程放在这一次的这个 FOMC 会议上面，然后进行讨论。那么这个一旦讨论的话呢，对市场来说就是一个比较鸽派的一个信号，那么就可以对冲刚才我们讲到的利率这边就是或者说推迟3月份降息的这样的一个鹰派的信号，可以去对冲掉
鹰派的一个信号。所以整体来说的话呢，这一次我认为啊，这个 FOMC 是一个比较这个中和的啊，中性的，又有鹰又有鸽，然后呢，鹰和鸽分别是在不同的这个政策的一个工具箱里面。那么一旦中和的话呢，就会让市场来去做决定，哎，你到底是更看重哪个啊？但是我认为目前这个阶段，放缓缩表要去降息要来的更加的重要，也是市场定价可能会定的更加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啊。因为你降息操作的话呢，这个市场交易其实已经提前抢跑了，对吧？但是你这个缩表进行调整的话，那市场可能才刚刚开始交易啊，所以它的空间可能会更大一些。